台湾人，然后我们到纽西兰要走这条路，至少就是要预备会有8到10年才可以得到这个护照或是身份。如果我在办公室待超过5点的话，就会有人来关心你说，怎么还不下班啊？大家都已经走了啊，就是会让你赶快下班，不要再待太久。如果想要到纽西兰读硕士好了，学费加生活费可能我要准备一个1到2万，要做好这一边可能娱乐比较少的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去纽西兰读书、工作，甚至是取得身份呢？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，是在台湾读完大学后去纽西兰读了硕士，接着在当地找到了商业分析师的工作，而且他很厉害哦，目前正在纽西兰的政府单位服务。今天会请他跟我们聊聊他这些年在纽西兰的心路历程。如果你对前往纽西兰发展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咯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今天的来宾 Jasmine。Hello。那先请 Jasmine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也可以叫我 Jazz。我是毕业于纽西兰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商业分析的硕士，然后目前是在纽西兰的国家消防总部 IT 部门做商业系统分析师。想请问一下 Jasmine， 大学原本主修的科系，以及为什么工作会想去纽西兰读语言学校还有 Master Degree 呢？我大学原本其实是读工业工程，就是算是完全没有关联。然后会去纽西兰读书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毕业后我是有准备工业工程的硕士，可是呢，当时没有考到理想的学校，刚好就是高中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已经先去纽西兰读大学，然后妈妈也很支持我去国外读书，所以就是当时就找了留学代办中心来咨询，所以最后就是选了纽西兰嘛。那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像是欧洲啊、澳洲或是美国这些地方？其实有考虑，然后比较下来是纽西兰学费最便宜，家里负担不会这么大就申请。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妈妈觉得说纽西兰就是很远，然后就是乡下，会认真读书，就不会去一些太多玩乐的地方，就是在那里乖乖读书就好了。所以后来想说好吧，那有认识的人，妈妈也很支持，就来纽西兰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申请你这个纽西兰学位有需要通过什么检定吗？也是考托福、GRE 或者是雅思那些吗？我的话是考雅思，那他会要求你提供你大学4年的分数是要 B+ 以上，就是你英文力是一定要的。这个大学的分数它是一个刚需吗？还是如果我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写得很好，它也 OK 这样？它是一个刚需，然后最近也有调降啦，就是从 B+，然后 B 调到 B-，就可能缺学生吧。像我当年去美国之前，我 GPA 很烂，因为我前2年太混了，我后2年才读书。但美国可以，我在我的 SOP 里面写的很好，或者是我证明我有潜力，所以就可以。对，纽西兰的话，我这个学校是一定要成绩提供。那我不确定其他的大学，就是还要去官网看一下。因为你是毕业之后有留在那边工作嘛，那你觉得纽西兰的这个工作签证申请起来容易吗？然后工作签证之后，大家通常都是想要拿到 PR 或者是国民嘛，那走这条路你觉得容易申请吗？就是工作签证然后再到身份这样。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以工作签证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是容易的，因为它就是看你读的学位的 level， 比如说大学文凭的话就是level 7， 硕士的话是 level 9。那如果比如说你是硕士、博士的话，就你一毕业都不用干嘛，他就是直接给你3年的工作签证，所以其实是蛮容易的。可是如果你说要工作然后留下来申请移民的话，我就觉得会有点困难，因为如果你不是移民局他写的一个叫做绿色清单的短缺人才的话，那你就是真的要找到工作，然后那雇主愿意担保你，然后你才会留下来。所以这个绿色清单通常都是偏 science engineering 这一些东西，或是医学之类的吗？那有看到是比如说环境工程、医生护士现在很短缺，还有教师，那可能 IT 类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 IT 经理啊，然后开发者开发那个 developer 之类的。对，但详细的话还是要自己去查一下。你在纽西兰读书的这个学费的部分。学费吗？对，学费的话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，算是比较便宜的。我的话是硕士的话，就是1年80万台币，
当时我记得是42500纽币，但近几年应该就是都涨价了。对，看你读的科系有不同金额，比如说像是设计系啊、工程啊，它就会基本是台币100万起跳。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比较敏感，但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话题，就是你在纽西兰的薪水的部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可以给个 range 就好，或是你觉得它是你在台湾工作你理解上的大概几倍，或是一个 range， 你觉得如何？纽西兰几倍的话，其实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在台湾说实话没有非常正式的工作经验。那我现在的薪水的话是有超过100万台币，但是也是要考虑到这边的一些消费啊，然后还有经济的状况。今天之前我有去104稍微查一下，就是我这个岗位工作。那台湾其实这个岗位商业分析师好像比较少，而且做的工作已经算是蛮多的、蛮广的。就是你除了要做商业分析师的工作，还要做专案经理。但纽西兰就是分得很清楚，你是什么职位做什么工作。那如果我回台湾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薪水会比较低啦。你刚刚提到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嘛？那你进入这个政府部门有什么特殊条件吗？比如说你一定要是 PR， 或是一定要是国民才可以，还是其实他们没有那么严格？要看你的岗位。我申请这个消防局的话，也是看岗位，但是消防局相对来说会比较宽松。就是他当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 PR， 就是我只要有正当的工作签证，而且工作签证是要超过1年的话就可以了。但比如说你可能要去经济部、国防部这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机构，那他可能就需要你要 PR， 甚至是你要有纽西兰的护照才可以。我好奇问一下，就是你从第一步踏上纽西兰的国土到现在，也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也在申请 PR 过这个阶段，总共花了大概几年呢？我是2017年来，所以差不多也要7年多，要8年了。哦，所以说大部分假设我们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到纽西兰要走这条路，至少就是要预备会有8到10年才可以得到这个护照或是身份，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是真的是就是朝着移民去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绿色清单，因为有一些像我知道的是前端后端开发很厉害，那他其实他不到1年就拿到身份了，拿台湾的经验，然后不会像我还要读语言啊，然后又遇到 COVID 也找不到工作。你在目前的工作，或是你做过的几个工作里面，你觉得纽西兰的 work-life balance 什么样的？因为我知道澳洲、纽西兰好像 work-life balance 是挺好的。之前刚好在 IG 滑到一个文章，就是纽西兰排名居然是第1名，那我觉得是实至名归。因为我这几年工作下来，就是也不是说很舒服吧，可是能感受到我的公司是很尊重我的私人的时间。比如说下了班之后，就是我们一般是早上9点到5点嘛，那有可能如果我在办公室待超过5点的话，就会有人来关心你说怎么还不下班啊，大家都已经走了啊，就是会让你赶快下班，不要再待太久。现在的话也是我可以选择1个礼拜去公司2天2到3天，然后其他时间我可以在家上班，也不会就是要求你每天都要去坐在那边。下一题就是你从到纽西兰到现在，不管是工作还是读书，你有遇过什么很有趣的事情，或是什么文化冲击之类吗？很有趣的事情是有一阵子，应该是2年前吧，我跟一个专案经理工作，然后他是早上6点就上班，然后下午2点下班，也是1天8小时。可是当时我在跟他安排开会的时候，就是会想说我可能2点3点想要刚开会，他就是已经人就不见了。然后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要去回他的农场去照顾他的马，然后就说你这也太酷了吧，早上6点去上班，然后你下午之后你就要去回农场，就是很有趣啊，但是也会配合他的时间啦。那文化冲击的话是，我觉得身为亚洲人，就是对公司的主管啊、经理这种很高等级的，应该就是很严肃啊，会骂人啊，然后就是会时刻这样盯着你的。但是就是我入职的时候就发现是完全相反，像我经理是真的很亲切，然后真的是手把手带着我做。比如说我刚进去的时候，
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开会，去主导一个 workshop， 他真的就是带着我一起做。要交出来的报告，他也是先就是教我怎么去打草稿啊，去画图。每个礼拜我还需要填一个心情表，就是我这礼拜的心情表1到10分，然后还有不同颜色可以就是 indicate， 就是我这周的心情如何。预6的话，他还来关心你说你还好吗？心里还好吗？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？然后你需要谈一谈吗？你需要 do you need to talk？ 那我觉得是还蛮震惊的，因为我身边就是在台湾工作的朋友，经常会看到，比如说 IG Story 看了抱怨说主管好讨厌哦，主管要叫我加班。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文化不太一样的。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不管是欧美国家、欧洲、澳洲，其实都有很多的华人跟印度人。那你觉得纽西兰也是这样吗？就是已经到处都是印度人或者是华人？纽西兰的话，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，看你在哪一个城市。比如说，威灵顿的话，我这个城市就是还蛮平衡的。走在路上，你可以看到有 Kiwi， 就是纽西兰人，有看到欧洲人，然后毛利人是他们这边当地的原住民。那亚洲人也有，印度人也有，但是不会说特别一个族群特别多。对，可是如果你去奥克兰，就是纽西兰最大的那个城市，你可能会发现亚洲人还蛮多的啦。哦，就变成跟加拿大的那个 Vancouver 一样嘛，超多华人的。对，可能那个奥克兰的话就会比较明显，但威灵顿还 OK 啦。觉得纽西兰的口音有没有很特别，或者是一开始超不适应的？有纽澳的话好像会更怎么讲啊？更扁吗？就是那个发音会更扁平，然后嘴巴不怎么动。我第一次住到我 homestay 的时候，我的那个 homestay 爸爸他是在问我说，你要，因为那时候搬进去的时候是中午，他可能问我说你要吃个煎蛋吗？他就说 Do you want some egg？ 然后我想说他在说什么？他说 Do you want some egg？ 我就想说他到底在说什么？结果原来是他在说蛋，是那个 egg。加上因为这边就是还蛮推广毛利文化，所以他们就像我们公司的 email 啊，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新闻广告，他们会掺杂一些毛利语，有可能就是他突然讲出一个毛利语，就是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口音的话，真的会比较怎么讲，比较好认吗？但是也要一点时间去习惯他们这个口音。如果未来啊有可能学弟妹啊想要去纽西兰读书工作，甚至想要取得身份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功课可以先做的？就是比如你有走过什么弯路，或者是如果你先做了，可能你会更顺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呢？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拿身份的话，就是还是可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绿色清单，它是真的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歪路。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奔着拿纽西兰的身份的话，那你就是可以往那个清单相关的工作学历啊学位去读，毕业后也比较好去找工作啊跟移民啊。如果只是想要来读书的话，其实就没差啦。还有一个点的话是纽西兰的娱乐项目比起澳洲或欧美真的少很多。那如果你是非常喜欢享受繁荣的大城市啊，或者是到处玩的话啊，就是可能要再考虑一下，因为纽西兰的娱乐真的全部都是大自然。那是我是很开心啦，就是去看看羊啊，去看一下农场啊，是很开心的。可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就说天啊，怎么太无聊了吧，什么 KTV 也没有啊，夜店也没有啊，好像商店差不多7、8点就关门了，他们就会觉得很想要回亚洲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是比较介意这个的话，就要再考虑一下。在问最后的问题前呢，我稍微总结一下你刚刚前面讲，就是如果想要到纽西兰读硕士好了，听起来就是学费加生活费，可能我要准备一个200万到250万，要做好这一边可能娱乐比较少的准备，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想要留下来，要去确认一下这个绿色清单嘛。但如果你只是要来体验一下国外留学生活，或者是说只是想来纽西兰看看 ，CP 值算是比起其他欧美国家算好一点的。对对对。最后就是想要请问 Jasmine 有什么未来的目标吗？当然取得身份一定是有的嘛，有没有接下来想要回到台湾或是继续在那里长期发展的 short term 或 long term 的目标呢？目标有啊，我商业分析师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工作，可能也是因为有个性的关系，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啊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，尤其是系统分析这一块这部分，好像亚洲国家比较少类似的职位，好像可能都会归类成工程师或者是专案经理。那当时我上网查的时候，也几乎没有什么资讯。
而且甚至有些迷思，就是说哦，你商业分析是不是要程式员很厉害，或者是说商业分析该不会就是数据分析师？就是其实这两边在国外是还蛮细分的。我的目标是做好我现在的工作，然后除了工作上跟我经理学习很多东西，跟我同事学的话呢，我也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网站，然后去把我自己的经验写下来，写成文章分享给大家。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查网络的时候，就几乎没有什么文章，想说我天啊，我到底在读什么？那如果我的经验就是能分享给很多读者啊学弟妹的话，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，而且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往商业分析走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目标。那除了写文章的话呢，也会试着拍一些影片，那就是帮助大家想要转职或者是更了解这个领域。好啊，那如果就是有这个影片啊，或者是文章的连结，我会把它附在资讯栏，大家可以之后再去看一下 Jasmine 的分享。这就是今天所有的问题，感谢 Jasmine 接受我的采访，耶！谢谢这份邀请，谢谢。